就在外界不断传出中南海高层权力可能出现调整之际，习近平现身一场备受关注的公开场合，纪念陈云120岁冥诞座谈会。主席台上，习近平仍居中央，6常委列席陪坐，而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更是罕见身穿戎装出场。这场表面上庄严怀旧的会议，实际却暗藏玄机，是在向体制致敬，还是在为某种内部过渡铺路？陈云作为党内著名的保守派人物，曾是邓小平时代的制衡力量，他反对市场经济，警惕西方民主，而这些立场与习近平过去10年的政治主轴国进民退、东升西落几乎完全契合。如今在有关习大权旁落的传闻此起彼伏之际，官方却重新高调宣传陈云，背后的政治用意耐人寻味。这不只是一次纪念老同志的场合，更像是一场制度性集体重申的仪式。它所传递的信号是清晰的，在动荡可能来临之前，先画一条底线，提醒所有人什么可以改，什么绝不能乱。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潇。中央官媒新华社头版头条报道，中央集体在北京召开了陈云120岁冥诞座谈会。从官媒刊发的会场照片看，中共党魁习近平坐在主席台中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赫然与习近平等一众中共中央常委委员和中央委员同框。同一天，中共还出版了陈云文集修订本，增添了15篇文稿，6篇是第一次公开发表。陈云120岁冥诞，让中共高层最重要的人物聚集在一起，好像是一个仪式。这个仪式打的是陈云的招牌。在中共与美国贸易战延长休战期，习近平大权旁落的消息来得越来越猛的今天，实在是耐人寻味。资深媒体人蔡慎坤2024年9月24号在 X 平台发文，提及中共元老陈云的4条遗训。蔡慎坤认为，陈云这短短4条堪称最精准的世世代代中共家传保权保利法，获得巨大利益红色家族，保守估计大约是500至800个家族。这些数百个红色权贵家族在中南海的权力斗争中都插了一脚，他们各自利益不同，但他们都在中共政权搭建的政治和经济舞台上表演。陈云的4条遗训就是告诉他们，保中共是第一重要的。习近平10多年的治国之路，让中共成为世界头号敌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已经把中共看作迫在眉睫的威胁，川普发起的关税战开始动摇中共的经济基础，而他的目标是让中共开放市场。一旦开放市场，等于让这些红色权贵家族和普通民众平起平坐，他们将会与普通民众分享经济利益。这样做的同时，中共必须与普通民众分享政治权利。那时，自由选举、自由结党结社就真的成了现实，这将是人民的胜利。对中共和红色权贵家族来说，却是一场灾难。中共为避免政权坍塌，也在暗中布局。一向以情报灵通著称的俄罗斯也听到风声，认为北京很可能已有了新领导人，此人或许比习近平等人更加的自由。俄罗斯为什么这样关心北京政情呢？旅美时政评论人员郑浩昌认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最可能压垮习近平的是他的健康问题。当年斯大林突然脑溢血倒地之后，权力马上就灰飞烟灭了。斯大林死的时候是74岁，习近平目前呢是72岁，两个人年龄差不多。习近平之前不是传闻他是中风吗？这个中风跟脑溢血也很接近所以对俄罗斯人来讲的话呢，有了斯大林的这个前车之鉴，他们对习近平的健康就会特别的在意所以这个关于习近平健康不佳的传闻绝非空穴来风。就在中美展开伦敦一轮贸易谈判之际，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6月10号头版刊登与华为老板任正非的对话，题为国家越开放会促使我们更加进步。开放一词与习近平的国进民退步调很不一样，释放了中南海正在调整方向的信号。不过中共为掩饰党魁权力的不稳，习近平近来出境的频率大大提高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6月13号宣布，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托卡耶夫邀请，习近平将于6月16号至18号赴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出席第2届中国中亚峰会。张又侠这次出席了陈云120岁名单座谈会，显示中共这个集会是由中共党政军共同见证的。原中共海军中校参谋姚成在6月11号发文说，现在看标志性的参照就是93大阅兵谁来检阅部队，先都不要过早的下结论。不过中南海很可能在白俄罗斯卢卡申科访问北京的时候已经达成内部协议，对外习近平这块招牌暂时还不拿下来，他还当他的党魁，只是内部的重要事情他不再说了算。现在中国经济这么糟糕，与美国的关系又非常紧张，俄罗斯也暗中把北京看作敌人，普京表面上还把习近平看作朋友。93大阅兵他又答应要来，而且北京还盼着川普访问中国呢。这时把习近平公然拿下，会引起很大的震动。显然中共这一次似乎是利用陈云立规矩，让人们不要忘记他的遗训。中共内部斗争再刀光剑影，最好不要见血，不要伤害了子孙的和气，因为保中共是他们最重要的事情，这样习近平也可以趁机给自己铺垫下台的后路。吕奥学者李元华说，我是觉得共产党一直就是内部没有捋顺，他们现在也没到非我要整死你那样，只要是你不敢动，你不能动就完了，就是到这个步。所以这个东西就一直在变化中。张又侠之前威了，现在起码在军中他是巩固了。李元华认为，习近平肯定要给自己找退路，只要失势的人都希望按照陈云的遗训走。习近平在变成核心的过程中伤了很多人，其实习会担心自己如果大权旁落的话，自己也没有好下场。共产党完全是这样，就是在互相利益交换，每一次动荡中各派别都在分权夺利，不管是习上台和现在传闻习失势，其实都是大家在分赃。从原则上来讲，没有太大的正当性，就是共产党内部之间，不管什么所谓改革，所谓保守，其实都没有正当性，无非就是某些人的利益受到伤害。习其实动了很多人的利益，所以大家反习，并不是说觉得这个体制不行，觉得共产党不成，而是觉得习本人不成。李元华说，我一直觉着不会是太剧烈的，就是有变也是一个渐进式的，如果要剧变的话就不会这么疯传没有动静了，如果剧变的话早就变了。既然是不变，那就是一个渐变，那渐变过程当中一定要维护所谓的表面和谐，而且他们也是互相配合的。我感觉他们其实是愿意往外放料的，比如说新的人要上来，他也要从国外去爆一个料，让人试试温。现在真没到那时候呢。捋不顺现在就是你举的那空架的人愿意不愿意出来，比如说汪洋出来我干嘛？汪洋自己有啥好处吗？我过我那小日子呢，我现在老百姓一个我啥都不是，你突然让我上来，我说话也不能算数啊！因为共产党那东西不是说你上来一个能上，当时胡温时代胡温说话是不算数的，为什么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就是别人不听你的。所以中南海目前还没有捋顺这些复杂的关系，内部的外交的掺和在一起，人们期待的巨变可能不会来，一切都将是渐变的，水到渠成的。你认为呢？请留言告诉我们。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